是郑先生的代理律师，我当事人在这件事上的意愿是分割财产的一半。分谁的财产一半？你们夫妻共同的财产。咱们做律师的呀，也得站在当事人的立场，去替人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。不谈这两个人有10多年的婚姻经历，人家有孩子啊。我在我女儿面前向来都是维护她的，从来没有在我女儿面前说她一点不好。摄像头安哪儿啊？你是干这个的，你说安哪儿就安哪儿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你都喝睡了？没睡啊。你睡吧，我也撤了。我都看出来了，你看出什么了？你这有问题啊！你能看出什么问题？干嘛呀你？痛吧？废话。痛，这不痛。我这看完了。哎呀，小池，你这个财运非常好啊！是吗？你这大元宝啊！你看，你看哪儿？哎，你这袖子挡住了，你这怎么有一豁口啊？你这个，哎，你财运都流出去了，可惜啊！怎么化解呢，大师？没法化解，这是你的命啊！打我们家桌子干嘛呀？我给你看最重要的部分啊！你情路坎坷啊！废话，我都离了婚了，还能不坎坷？离婚啊？你喝失忆了吧你？离婚啊！太好了！骗人！你没理。你说的是我还是你前男友啊？都一样，你们用情不专，你们注定一辈子不会幸福。熬得你好苦啊！你们骗得我好苦啊！这是你的命啊！那你给我也看看嘛。我还能结婚吗？你可能还嫁给一同行呢。我还要嫁同行，你好苦。想化解不？想。哎，明天的官司，咱们和解吧。和解啊？啊。没戏。好了，你呀，这个你的命挺好的，你有什么苦水我不知道啊。这个你看，你这未必就是情路走到头了，人家戒指都给你送来了，以后也许你们还能破镜重圆呢啊。戒指能干嘛使啊？不能一生一世吗？知足吧你啊！喝完这点我回去了。这都是我浪费掉的青春。是，我只能把它往肚子里咽。戒指呢？我不能吐出来。啊！舌头底下。啊！喂，哎，120啊，哎，我们这儿有。老师，你怎么这么好骗？我也是个骗子，骗来骗去的真好玩，真开
哎呀呀！你干嘛呀你啊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跳下去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知道你干嘛了吗你？妈妈，你把你前男友送你的钻石戒指扔到楼下去了。你不要担心，他在楼下，他会接住他的。我把戒指还你了，我不欠你的，欠他的还他。你回去吧，明儿还要打官司。这样。喂，哦，是吗？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对对对，把东西拿齐，明天我整死这二货。你放心吧，哎，你早休息。好好好，我找着东西就睡。哎，你别管了，哎，再见。我海东啊。你被人糟蹋了。你一大早穿这样相亲的，我穿成这样还用相亲吗？我穿成这样出门就会被抢亲的。自恋过度是一种病啊！我认识一心理医生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以前给你看的吧？要是没工夫搭理你，我还得开庭呢。哎，我也要开庭啊！你是原告律师，我是被告律师，咱俩都去一个法院，咱们拼车吧，又省钱又环保，好吧？行行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我还得收拾呢。你是得收拾收拾。你看你一宿没睡好吧？这个黑眼圈很大。案子不好办。是啊，是不好办啊。你说这是我输了离婚官司以后的第一个案子，我一点把握都没有。我等你啊。催你个大头鬼！这都几点了？你差不多就得了，你又不相亲。你要着急，你可以先走啊。我不急，早上不好打车啊。你挺能喝呀。你酒量也不错。你还记得你喝完酒干什么了吗？干嘛了？你不记得了？你对我干嘛了？你朋友送你那戒指呢？你不说我还忘了呢。我戒指呢？我怎么找不着了？是不是在你那儿啊？你喝多了酒，我怎么拦都拦不住。你把那戒指啊顺着窗户给扔楼下去了。我在楼底下找了2个多小时，人保安质问我，给你。得了吧，我有那么傻吗？这么值钱。
你怎么改王菲了？你不是说素颜好看吗？但你没有全素啊。我的防水金毛膏擦不掉。那个女洗手间没有卸妆用品啊？男洗手间会有啊？有。不会吧？给。这个能行吗？要开庭了。谢了啊。怎么了？原告方与我当事人所签署的这份离婚协议是无效的，因为这是原告方以死相逼，胁迫我的当事人签署的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我逼着他签署的，是他有了小三儿，非要回来逼着我离婚签字的。你说谁逼谁呀2004年的4月5号，原告方喝敌敌畏企图自杀，被送进了北京华信医院进行抢救。这是华信医院出具的当天的病历。原告方威胁我的当事人，如果不在这份离婚协议上签字，他就将要再次自杀。我的当事人出于对原告生命的关爱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签署了这份离婚协议。是，我自杀的时候已经签完字了。郑天涯，你个不要脸的，是不是你当时在外边有了小三儿，你就回来逼着我离婚签字儿，签完字儿你就走了？我就说，如果你要是走了，我就不活了，死了正好，这是不是你说的？你现在为什么要胡说八道？法官，您知道吗？10年前他有多风光，我们是白手起家，结发夫妻呀，他说不过就不过了。是，签完字他走了，我想不通，我难过，我就喝药了。原告，请你回位。夏女士，您坐下来说。辩护方继续。请问原告方，你喝完敌敌畏以后，谁把你送到医院的？物业，物业的谁呀？查水表的，查水表的有你们家钥匙。他敲门，我以为郑天涯回来了。查了吗？多少个字啊？查什么查？当时我那么难受，我怎么知道的？你有病啊你！审判长，我觉得被告代理人问的这些问题和本案毫无关系。继续。这件事与本案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。那个人叫顾威，对吧？顾威是谁？我请求当庭播放一段录像。准许。那天开车送你上我律所那个人吗？夏女士，你应该告诉我的。审判长，被告在原告家里安装摄像头，严重侵犯了我当事人的权益。我的当事人是在他自己家里安装的摄像头。我提醒被告代理人注意，被告已经离开家10年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已经是事实离婚。我提醒原告代理人注意，他们只是分居，从未曾离婚。那他们为什么要分居呢？正是因为被告有了外遇，抛妻弃子。
我的当事人从未曾抛家弃子，我的当事人在若干年的婚姻过程当中勤劳工作，只是在某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他妻子所提出的某种情感需求，所以当他的妻子提出离婚要求的时候，他感到万分的诧异，但是他从未放弃挽救这份婚姻的希望，但他换来的却是他妻子的横加指责和猜忌，所以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了自己的家，但是他从未放弃对这个家深深的情感。出于对他妻子的责任和对他妻子的关心，他在他自己的家里安了一个摄像头，其目的是在于防盗。对，我本想是抓贼的，没想到成了捉奸了。你个王八蛋！哎，肃静！王八蛋！你明明是有小三的，别打你！不能打小三！别打你！别打你！太欺负人了你！家暴！你怎么辩护的？是他在外面先有了外遇啊，还有小三儿叫吴一，外边还有孩子，无能。扎获晚一颗，那么挡住了同伴一个非常有老罗啊，吃饭了。在这样的试车过程当中呢，6号卢卡呢要抢下的是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条射门是大力沉的，距离呢是非常的近，即使角度不是很高的话，吃饭了。杨军呢也是非常的麻烦，所以在今天无论是在你听见没有啊？吃饭了。对换人换一下2号，我说你赶紧趁热的吃，一会儿再看。不是你干什么呀你？哎！你看我这一上午我就等这一个进球，我还没看着。你一会儿看回放不行吗？跟你们这种不看球的人，我就没法说。他怎么叫没法说啊？你是懒得跟我说。吃饭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你能不能让我完完整整的看完一场球啊？一共就90分钟。哎，老罗，哎，你说你以前工作的时候啊，你当团长那会儿，家里油瓶倒了，你不带扶一下的？哎，忙里忙外全是我一个人，你这么行政工作我太忙啊。哎，你现在退休了，你怎么什么事儿还不干呢？啊，都是我一个人在干，就知道坐在沙发上面看球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哎，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，是子曰。你少在这跟我掉书袋。什么叫难养啊？你干脆说难伺候。你还就是难伺候。也是球队的队长。伺候我了吗你？伺候我了吗？都是我在这伺候你，他妈你伺候了一身的毛病。那咱以后谁也别伺候谁。我不伺候你是吧？哎，我不伺候你，你吃什么？你喝什么呀？饭自己能熟啊？那茶自己能泡上啊？那肉自己能把自己给煮了？哎，那鱼自己能把自己给清蒸了？行，我不吃了行不行啊？我自己上外边吃去，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我还不听你叨叨。老混蛋，真是越老越混蛋。夏女士，休庭了，咱们走吧。站住！我不跟你说了吗？郑天涯在外边有女人，已经有孩子了，你为什么不去取证？你看看人家的律师，你跟着学学，也去他们家安个摄像头啊！安摄像头那是违法行为。那在我家安就不犯法吗？法院还没有判定你们离婚，你们还是夫妻。换句话说，你家也是他家，他家也是我家。可那是吴一的家，你要是在吴一家按摄像头，那就是违法的。你为什么不去做亲子鉴定？做了亲子鉴定，不什么都明白了吗？做亲子鉴定是要走司法程序的，咱们不能随便抱着别人孩子就去做鉴定。那不是别人的孩子，
那就是郑天涯的孩子。是郑天涯的孩子，可能也是吴一的孩子。吴一现在给自己找了一个法定丈夫，从法律上讲，只有人家父母才有权利要求做亲子鉴定，咱们没有，咱们哪有权利要求吴一做亲子鉴定啊？那毕竟不是您的孩子，您说呢？我说个屁呀！我说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谁的律师？我是您的代理律师。你是我的律师吗？是不是郑天涯跟你说好了，如果他赢了就跟你分成？怪不得刚才我看见你们俩一起来到法院，你是不是被收买了你？我还没说完呢。陈律师，你太牛了！你就记住一点啊，不要私自跟当事人接触，有什么事情先跟我商量。知道。好，我听了。好。你不用和我道歉，咱们俩扯平了。你进来干嘛？拼车呀，咱俩顺路。你知道我去哪儿你就顺路啊？你去哪儿？我这辈子都不会和你顺。这大姐真帅呀！就是，以前不知道练什么。咱去哪儿？还是让他先走。行嘞。老婆子，老婆子。右边卫阿拉斯换上了15号马丁雷姆，现在泰帕斯主教练终于要派上一些老将，派上一些主力队员了。我们先来看中国队这一次的进攻。喂，哎，你干嘛呢？你去哪儿了？你这是？您甭管我，您看您的球。也是球队的队长。脾气还挺大，这是真不打算伺候我。退钱，必须退钱啊！律师，甭管那么多废话。你先听我说一句行不行？你看咱这是打官司，对吧？肯定是有输有赢，更何况咱这官司现在不是还没判呢吗？判什么判？什么叫有输有赢？我花钱就是为了输吗？我花钱请你们为我辩护，结果呢，把我辩护成破鞋了。认了，必须退钱。小刘，把钱退给他。你以为退给我就完事儿了？你也得赔我呢。赔你？凭什么？按消费者条例，质量不过关就应该双倍返还，知道吗？夏女士，您这是请律师呢，还是买东西？怎么不是买？我现在啊，就是消费你的服务，我对你的服务非常的不满意，知道吗？夏女士，律师不是消费品，你请谁做你的律师是你自己选择的，你要为你的选择买单。再说了，你充分信任你的律师了吗？你的律师替你辩护，你却对他撒谎。吴律师啊，当初呀，我就是听你的，我才请他的。我真告诉你，真不怎么样。我要知道这的话，我何必花这个冤枉钱？那你更不应该找罗律师的麻烦，你应该找我。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和罗律师商议一下你的案子，我会给你电话。吴律师啊，我再信你一次，我告诉你，必须退钱。
之所以没有早告诉你，就是怕你想多。当时夏芳草来找我，你已经解释过了。好心好意介绍大客户给我，是我自己搞砸。不赖你。丽丽，罗丽。好，罗律师，现在我们需要做2件事情。第一，要动用一切手段，让夏芳草和顾威的事情得到广泛的同情。夏芳草是弱势群体，丈夫郑天涯抛弃妻子，留下一纸离婚协议，消失在茫茫人海。夏芳草也曾万念俱灰，想到自杀，但她最终选择了坚强。经过多年打拼，不仅收获了财富，还有她的感情。可我怎么才能证明郑天涯抛弃妻子呢？他现在反咬一口，说是自己忙于事业，疏忽了家庭，是夏芳草有了外遇，逼他离婚。只要他做过，一定能找到证据。他做的天衣无缝。他给他的小三儿找了一个合法丈夫。你想一想，他离家10年，为什么没有跟那个女人结婚呢？那个女人为什么没有逼他呢？凭什么没办结婚手续，人家就给他生孩子呢？这肯定是刚才那姐姐的，早期第一个活。丽丽，那个妈告诉你啊，我马上到北京了，我已经把火车票买好了，你记一下。G 124次。阿姨。我是丽丽的朋友。她这个手机落在出租车上了。哦，您几点？啊，好，这样吧，阿姨。我给这个罗丽的办公室打个电话，我告诉她让她接您去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那个谢谢谢谢。不客气。这姐这脾气可真够大的，扛得住吗？习惯就好。喂，你好。罗丽啊，哎，我海东啊。哎，刚才断了。不是断了，是挂了，请你不要再打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找哪位？我找罗丽。不好意思，她刚走了。靠！不会打来了吧？有的时候，应该要学会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复杂的问题。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我还是不能够理解，为什么郑天涯和吴一生活了10年，吴一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，却没有婚姻的要求？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这个男人压根儿不想给这个女人婚姻，而女人为了拴住这个男人，所以才生了这个孩子。男人真不是个东西。两个都不是东西，只有两个都不是东西，才会可能出现郑天涯和吴一这种状况。是两个人之间彼此缺乏信任。郑天涯和很多男人都是一样的，厌倦家庭生活。他好不容易离开发妻，
怎么会轻易就结婚呢？他又不是没有孩子。那我就更不能理解了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横竖这孩子都生了，郑天涯为什么还不娶她？后来又不见得是郑天涯不想娶。我查了一下郑天涯，发现他的财务状况出了一些问题，是在生孩子期间。吴一可能向他提出了一些结婚的条件，郑天涯又无法满足，所以这个时候夏芳草来找他办理离婚手续。他一看自己当年扔掉的老婆，现在成一富婆，开豪车住豪宅，换谁能平衡？你怎么那么了解郑天涯？都是男人嘛。你们是同类。我跟郑天涯不是同类，我对你是真心喜欢的。吴老师，您忘了，你有老婆孩子，你说你喜欢我，你有资格没？我不知道什么叫资格，但是我知道我每天都在想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今天要开庭，昨天本想找你聊聊咱们刚才说的那些，但是你没理我。你在生我的气，我不怪你。今天我什么事都没干，一直在法庭打听开庭的状况，一知道状况我就立刻赶过来。丽丽，我不知道什么叫爱，但是我知道我还是关心你。你赢了官司，比我自己赢了还要高兴。你不顺利，比我自己输了还要痛苦。下午跟超哥吃饭，我去不了了，你给我编个理由。临时不去不好吧？再说我让编什么理由啊？说你被车撞了。你编瞎话也动动脑子嘛！你编这么个死绝的瞎话，我3个月都出不了门。你再琢磨琢磨。那您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我去接个人。接人，我替你去接呗。不，这个人很重要。你把车钥匙给我拿。哦。丽丽，也许你以后会明白，真正的爱是和婚姻无关的。婚姻让爱窒息，失去生命和色彩。知音啊！萝莉妈妈，哎，我是萝莉妈妈。我吃爱东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你这个
眉宇之间有一颗痣，这叫双龙戏珠。那个以后肯定大有作为。谢谢您吉言。那个萝莉有事儿来不了，所以让我来接您。哦，谢谢。那个你在这儿等了很久了吧？不长不长。北京冷，咱们车里聊吧。哎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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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嘿，池东海。池海东阿姨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没事。池海东。对对对。是那3点水的池吗？对对对，3点水的池，然后大海的海，东方的东。这么多的水，我们家丽丽命中就是缺水，特别好。阿姨，您是演戏的？你看出来了？我猜对了。猜对了。您看您这个身材保持得这么好，然后这个声音又这么好听，我想您可能以前是搞文艺的。你特别聪明，我发现你观察力特别强致。谢谢您。那你是做什么的呢？我是律师啊。啊，你也是律师啊？我也是律师啊。啊，跟我们家丽丽是同行。对对对对。有同行好，那个同行有共同语言。你多大了？我快40了。有吗？哎，我马上就40了。看不出来啊！哎呦呵，哎呦，你保养的真好。谢谢您，阿姨，谢谢您。那个，你父母是做什么的？嗨，我们家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。我妈呀，5年前去世了，然后这个我爸没到半年出家了，现在在福建一个庙里。那你现在就一个人啊？一个人。太可怜的。嗨，说不上。阿姨这个人啊，看着吧，那个不是我是属于那种心直口快的人，但是我心地还是很善良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当儿子看待。我们家丽丽啊，丽丽那个脾气随我，那从小给她爸爸宠坏了，那有时候说话吧特别冲，那个你多担待一点。阿姨，这个我们是好邻居。对，真是一路小路。哎呀。婚姻对我来说只是个形式，丽丽，你知道的，我爱的人是你，也很珍惜你，但我一想到失去你，就害怕。求你别离开我。那你怎么来了？阿姨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家就住对门，欢迎您常来做客啊！哎，好的好的，我肯定会来的。哎，来，你要不要出来聊聊？妈，你先进屋。姐姐。哎，好的，那个你们聊，好好聊啊。哎，阿姨再见啊。哎。你搞什么鬼？你怎么跟我妈在一块儿？